关税只是声东击西，汇率战才是美国的主战场啊。而汇率战的第一枪呢，不但已经杀到了我们亚洲了，台湾更是已经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了。那下一个又是谁呢？这一次我真的希望我只是危言耸听，这一次我真的希望我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一次我真的希望我可以被狠狠的打脸，因为如果我错就可以解决这一切的话，那我宁愿我是错的。但现实告诉我，台湾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里面了。我相信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投资的，甚至你只是一个兢兢业业上班的普通老百姓，你都可能已经感受到这一场死局任何的解决方法呢，到现在可能已经都为时已晚了。如果你现在想要自救的话，就只剩下折中的方法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从美国政府选择让贝森特当财政部老大的那一刻呢，我就知道这一天会来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夸张。各位，这贝森特的背景哦，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人呢是索罗斯的门徒，他见证过索罗斯当年是怎么把英国的央行按在地上摩擦的，怎么进进出出的就随便把亚洲很多国家的国库变成他家的私人提款机了，怎么透过做空股市和汇率去引爆97年的金融海啸。就是这贝索斯他呢是学这些的，而美国政府放着那么多的人才不选，偏偏就把这个做空集团的人才弄了进来，而且还负责搞钱。这代表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台币对美元过去这几年都是下跌的，都是在贬值了，而最近突然就只花了2天的时间，然后就把之前3年跌的都涨回来了，直接暴涨了10%了。所以有的人就会非常开心啊，觉得台币升值是件好事情啊。我们以前去美国吃顿牛排要6600台币，而现在台币升值了，那我们去吃这顿牛排就只需要花6000台币，少花了10%的钱嘛。也就是说，我们到外面旅游，到外面吃喝玩乐买都变便宜了，那些爱马仕选料都打了个9折了，而且呢只对台湾人，那这不就是好事吗？然后呢，我看到网上有的人看完我上一部影片，或者是5个月前的影片，就会去笑这些人，笑他们被卖了还在替别人数钱，说昨天日本今天台湾嘛。那我呢就简单说一下，当时的日本呢靠卖东西到美国赚走了美国人很多钱嘛，然后美国人就跟日本人签了一份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度的去升值。什么意思呢？如果日元贬值，就代表我们去日本旅游，去日本买东西会变得很便宜嘛。而现在日元升值呢，就是反过来，我们去买日本的东西就会变贵了。也因为这样，当时日本卖到美国的东西就变贵了，然后呢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呢就没有生意，没有生意呢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了，所以大量的日本公司就倒闭了。一家公司倒闭，几百人失业，那几百家公司倒闭，几千家甚至几万家公司倒闭呢，无数的日本人就失业了，失业就没钱，没钱就不会去消费和投资。也因为这样，日本的经济就颓废了30年。经济差呢，日本的资产就要贱卖，而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可以重新的推高美元，进去日本抄底贱卖的资产。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台湾呢是很依赖出口的，也就是把台湾制造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了。而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客户呢，其实就是美国嘛。台湾卖的东西里面有20%以上都是卖到美国去的。也就是说，今天台币升值了，台湾人买美国的东西变便宜了，没错。但美国人这个大客户买台湾的东西呢，却会变贵了。加上美国还会给你加关税，台湾的东西呢就会变得更难的卖到美国，然后就会复制当年日本的结果啊，做生意的倒闭啊，做投资的亏钱，上班的失业。那这时候呢，有人就会说啊，台湾可以去扩表印钱，还有降息救经济啊。对的，日本当时呢也扩表印钱，甚至长期把这个利息降到负，就你到日本借钱嘛，你基本上是不需要怎么还利息的。但日本的经济呢依然失去了30年，为什么呢？今天你做生意啊，你的东西都没有人去买，都没有客户，然后这个银行走过来说啊，把钱不用利息的借给你，那你觉得有什么用呢？嫌亏的钱不够多，所以多借一点钱，多亏一点钱，对吗？那为什么会没有客户呢？因为美国已经不在你日本买东西了，他转到更便宜的中国大陆去买了。所以今天也一样，如果台湾继续让台币升值，那么后果可能就会跟日本一样嘛。而如果想要让台币贬值下来，就必须要在市场上大量的卖掉台币，然后买入美元。也就是说，市场上台币就会变多，然后就会引发通胀，台湾的物价呢就会上涨，普通老百姓钱包里面的钱呢就会被无形的偷走了。同时呢，当台湾买入美元的时候，其实这些买回来的美元最终很大一部分都会拿去买美债了。原因呢，你去看上一部影片嘛，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债现在不是卖不出去吗？那现在就可以找到台湾来接盘其中一个部分了。再简单点嘛，就是先无形的偷走台湾人钱包里面的钱，然后把钱转移去接盘卖不出去的美债。那么今天可能只是台湾，那明天呢？是韩国、越南还是香港呢？当每个地方为了不让自己的货币升值，然后大量的买进美元和美债的时候，美国没人借钱给他花的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如果选择让汇率升值的话，自己的经济呢就会变差。但如果选择把汇率压下来，就等同于把老百姓的钱上交给美国政府。听到这里呢，有人就会觉得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死局。但其实我想要说的是，这不算死局啊，因为很简单嘛，就权衡代价嘛，选择哪一个要付出的代价低一点，就选择哪一个嘛。这怎么算死局呢？真正的死局呢，是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而这更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的心情会比较沉重，请各位体谅。我知道我把我看到的这一切讲出来，大家可能会非常的焦虑，但如果我不讲，难道我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一路支持我的人去送死吗？这一刻我们讲预防可能已经太晚了，只能自救了。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场死局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再进一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问题来了，台币2天的时间就暴涨了 10%，1988年到现在都没有见过的，为什么呢？现在最多人讲的原因呢，就是台湾的寿险公司卖掉了手上美元的资产，重新把美元换成台币导致的。就是台湾一直以来都有买美元资产的习惯，一共买了 1.7 万亿美元。那么这 1.7 万亿美元里面呢，有1万亿是私人机构买的，然后这1万亿里面呢，有7000亿是寿险公司买的。也就是说，当台湾人给这些寿险公司交了保费，这些寿险公司就会把你付给他的保费拿去投资美国的资产，比如说美债啊、美股啊，还有企业债啊之类的。那这段时间美股不是股灾了吗？美债不是也继续的往下跌了吗？所以这些寿险公司呢，他们手上拿着美国资产呢，就亏损了不少，甚至触及到他们止损的红线。他们必须要卖掉手上的美国资产套现，然后把美元重新的换回台币。不然如果不止损的话，继续让这些美国资产亏损的话，那么到时候这些寿险公司呢，就不够钱赔付给台湾人了。结果当他们都同时止损，同时的把美元换回台币的时候，就等同于市场上大量的人在卖美元买台币，然后台币的价格呢就被抢上天了。这个呢就是大部分人讲的原因。我自己呢是有点保留的。大家都知道，任何货币如果一天里面上涨 2% 或者是下跌 2%， 我们都已经会说它的波动很大了。如果说是超过 5%，那更是汇率失控了，大部分地方的央行呢都不允许了。而现在的情况是，台币2天瞬间就涨了 10%。一开始就说了，台币升值了这么多，对台湾出口卖东西出去是没有好处的。而最重要的是，台币涨了这2天呢，成交额才不到80亿美元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只需要花不到80亿美元就可以把台币拉升 10% 了。那么你去思考一下嘛，刚才说了，台湾手上还拿着 1.7 万亿美元的资产，对吧？这 1.7 万亿美元的资产就因为台币汇率升值个 10%， 然后直接就亏掉1700亿美元了。台湾的寿险公司呢，他们手上还拿着6000多亿美元的资产，也一样因为台币升值了 10%， 就亏损了600多亿，股价呢也跌了，但是他们换回来的资金呢才8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套现美股美债亏掉了80亿美元，然后呢让自己的汇率亏掉6-7千亿美元，那就是觉得自己亏的还不够多，所以再透过汇率升值让自己多亏一点的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呢，不就等同于台湾人把钱给到这些寿险公司，寿险公司呢把台湾人的钱拿去美国市场，然后主动的把钱汇进去。再直接一点这不就是等同于主动的把台湾人的钱送给美国资本家吗？而且台湾的央行呢也不干预，像高盛说的，好像默许了这种事情，那这就说服不了我我是绝对不相信了。而其实现在不是只有台币升值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货币呢都对美元升值了，只是人家是慢慢的升值，而台币呢是快速的升值，最落后而已。
比如说我们去年布局的日元已经对美元升值了15%了，欧元今年呢也升值了13%了，这代表什么呢？各位，汇率战已经开始了。之前的影片讲过很多次，美国资本家像巴菲特、比尔盖茨、扎克伯格早就已经在去年卖掉自己手上的股票，所获天量的现金了。而美股去年呢还不断上涨，是因为全世界的人还不断走进去接盘，也就是说资本家手上拿的是现金，而全世界的人手上拿的是美股。而今年美国呢就开了第一枪了，弄了个关税，直接把美股的价格推倒，引发了股灾。川普家族和团队呢做空就赚了无数的钱，而全世界人手上的美股呢就亏钱了吗？亏钱了就想要卖，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要卖也卖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第二枪也就是汇率战已经开始了。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台湾人，你在美股亏了40%了啊，所以你打算把股票卖了，然后换回台币，但是现在台币升值了10%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换回台币还要亏掉10%，加起来就是50%了。而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买了美债亏了，你想要把美元换回日元的时候，你还要再亏个15%，也就是说全世界投资者都被严重的套牢了。因为全世界的货币升值了，让全世界之前投进去美国的钱都被困在美国里面了，都被锁死了，逃不出来了。所以当大家都想要把钱换回自己家货币的时候，自己家的汇率暴涨了，就会让自己亏得更多更惨了。而刚才就已经说了，只需要花80亿美元就可以把台币的汇率拉高10%，就是只需要花80亿就可以把你台湾投进去美国的钱全都困在美国资产里面，这钱回不去了，拿不回来了。就算各位台湾人投资的美股亏了也不能卖，因为卖了换回台币就亏了更多，更不可能换日元跟欧元了，因为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涨了很多嘛。而第三枪就是我之前影片讲的引爆金融危机，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买单的就是全世界的人了，因为到时候大家在美元资产上面亏的钱也会更厉害。所以当更多的人卖美元资产，然后把美元资产换回自己家货币的时候，那么台币、日元、欧元的汇率将会暴涨得更厉害。也就是说，到时候为美国买单的就是这些被困住的钱，这些被困住的钱将会亏得更惨。而到时候美国的资本家，比如说巴菲特，就可以把提前布局升值的日元换成贬值的美元，然后从全世界手上接盘大家贱卖了美国资产。最重要的是美元就可以大幅度的贬值了，美国欠全世界的债就可以缩水变少了。所以很多人说我是预言家，因为我的影片去年年头预言了美股暴涨年底预言了股灾，预言了黄金、日元、比特币、港股暴涨。那其实呢，我不是预言家，预言家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透过水晶球就看得到明天会下雨，他们觉得明天会下雨呢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凭他们有水晶球有超能力，而我呢是没有水晶球和超能力的，我只能透过看到乌云然后呢去判断明天会下雨。我呢只能透过图表上面资本家布局的蛛丝马迹，根据我看到的现实判断出资本家在出货卖美股，那我只是跟着逃生罢了。我只是看到资本家在买入黄金、比特币、日元、港股，我跟着进去捡钱罢了。我们的方法呢，简单来说，我们驱赌会不会下雨，当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呢，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了，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的话，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取消了。所以如果你看这图呢，之前美股暴跌的时候，下面的成交量都是非常大的。什么叫非常大呢？你可以看得到下面成交量有一条紫色的50天平均线，如果成交量高于这条50天平均线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大成交量。而你可以看得到下跌的时候呢，几乎每一天的成交量都是高于这条紫色50天平均线的，甚至股灾那天呢，成交量更加夸张。但现在反弹的时候，你会发现
股价是涨了，但没有一天的成交量是高于50天平均线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一次的美股反弹没有大户的资金大量的进入美股，只是说那些亏钱的被套牢的人没有卖出美股。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卖了也没用嘛，卖了换回台币再亏个10%嘛，所以卖盘了就很少，买盘了也不多。但买盘比卖盘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反弹。但是资本价钱根本就没有进场抄底，然后你就会发现，最近有的人竟然到处去说美股现在又重新暴涨了。那么如果你听了这些人的话，把钱投到美国，你现在有什么下场了？就各位，如果你比较聪明一点的话，其实现在美股是涨是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那个地方的货币是涨是跌啊。今天你听了这些人说美股重新的暴涨了，然后你把100万的台币换了美元想要投资美股，但你还什么都没做，什么美股都还没买，这个台币呢就升值了10%了。也就是说，你的这100万台币直接就亏掉了10万，而你其实什么都没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台湾或者是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陷进去一个死局里面的原因。比如说台湾手上拿着1.7万亿的美元资产，如果你把这些资产换回来，就会让你的汇率涨得更厉害，所以你没得选，你只能把钱继续困在美国。但把钱困在美国，你可以想一下，只需要不到80亿美元就可以让你的台币升值10%了。如果拿800亿、8000亿呢？如果台币的汇率继续涨上去呢？一开头说了，再加上这个关税，台湾出口的东西呢就卖不出去了。而台湾呢，为了稳定台币的汇率，还是要投更多的钱去买这个美元，去买美国资产了。然后钱呢，继续的就会被困在美国。所以这一次美股的小反弹呢，不仅仅是台湾了，其实很多国家为了让自己的汇率稳定下来呢，也必须要买入美元了。而买入美元之后，钱呢就会存进美国的银行，而美国的银行呢就会拿你这些钱出来去买美股，或者是买其他美国的资产。那这不就是死局吗？现在投进去的钱回不来了，还要投更多的钱进去，更回不来。这就是贝森特所学的，你可以理解为汇率战，也可以理解为货币战、金融战，但这绝对比关税战的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只需要动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对一个地方造成恶性的循环，让那个地方的经济衰退，让那个地方的资产崩盘。而一旦美国再主动的引爆金融危机，那么买单的将会是全世界。所以重中之重来了，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货币是升值的，那么你去投资美元的资产，你就相当于未见官先打50大板，还没有投资呢，就先亏掉汇率。所以对于不懂投资的普通老百姓呢，哪怕你现在明知道你那个地方后面可能会印钱，通胀会更加厉害，哪怕你明知道后面你那个地方经济可能会不好，比如说之前的股灾，如果你投资了台股，你跌的呢比美股更惨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也就是短期内现金为王了，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而如果你之前买了美股，没有在股灾里面撤退，现在的钱呢被套牢在美股上台币又升值上去了，换不回去了，又或者说你跟我一样，一直以来手上拿着主要的货币是美元或是港币的话，那怎么办呢？其实也没有怎么办，只有折中取舍的方法。比如说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把美元大量的去买进黄金、比特币，还有换成日元和港币，然后买港股。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买了港股、小米，买了黄金，买了比特币，买了日元，翻了接近1倍了，这就抵消掉美元贬值的钱了。简单来说呢，虽然美元不值钱了，但我手上的美元却变多了，那就没有问题了。就比如说这个弟子，他之前买了港股赚了30%，换回台币的话少赚了10%，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了，只要我们的利润大于我们台币汇率亏损的幅度，我们还是赚钱不就行了吗？所以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呢，比如说你是日本人，但日本的股市缺少机会，那么我们就会转移到其他的市场去投，但前提是我们赚的钱呢是要简单的，要符合趋势，是值得我们冒着汇率的风险也要去投的。甚至说像我没有选择的，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美元，那我明知道美元会贬值，我能做的就是去买其他会升值的货币或是资产，而不是现在很多人去鼓吹的说美股涨了，现在可以去抄底了。就是我也很疑惑，难道我是眼花了吗？什么叫暴涨啊？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去年年头的时候把自己手上大量的钱拿去布局美股，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真的是暴涨的时候，就是牛市的时候，我们闭着眼买都能赚钱的。
这美股呢都是大涨小回了，涨就涨了10%，跌就跌了2%，这才叫做暴涨，我们才会进场。而现在美股从高位跌下来了，我看到的只是反弹了，暴跌之后出现反弹是很正常嘛，但我完全看不到美股在暴涨啊。之前跌的现在涨回来了吗？数字上好像是涨回来了，跌的时候跌26%，涨的时候涨24%，但实际上你看看这个图嘛，之前跌了才反弹了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你亏了50万，你现在还是亏25万的，这就叫暴涨了吗？反弹了确实也能赚到钱，但不是赚钱最简单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能反弹多少呢？反弹多久呢？跌的时候会不会跌得更惨呢？往往大部分人被套牢最深、亏得最惨的时候，就是去尝试抄底、去赌反弹的时候。而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跟随趋势，在牛市无脑赚钱的时候，我们才进场的。我们要的是简单轻松的去赚钱，而不是去承担高风险的去赚钱的。再简单点来说呢，牛市赚钱的概率有 80%， 利润幅度选对的话，像我们的 Nvidia、小米，甚至黄金、比特币都可以翻倍。而反弹的时候去进场呢，赚钱的概率会低于 50%， 利润呢也不高。那我们为什么要取难不取易呢？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进场的机会，或者是跟我的弟子一样能够睡得着、无压力的长期赚钱的话，你要做就是先准备好，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先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自己所用。所以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了，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现在里面还送福利，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好了，今天影片呢，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哦，我建议你去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说几句啊，就是我的影片的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讲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了，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而最近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